长大之后才明白，最自由的地方是在学校，然后开始厌倦长大，想回到那间教室，回到座位上，希望一觉醒来的时候，又回到了过去。这一句唱的是什么啊？梨花辣韩妹妹，梨泪 no happy。默默，几点了？赶紧起床吃饭上学。妈，你以后进来能先敲下门吗？我正在用功学习，你突然打断我，会给我造成心理阴影的。以后我很有可能会非常反感学习的。说的你现在好像热爱一样，赶紧的，不然上学又迟你到。干嘛？快给我盖上！男女有别。我妈是一个幼儿园老师，职业病非常严重，总是把我当幼儿园的小朋友对待。小时候骗我说做眼保健操要是睁眼，眼睛会瞎掉。小学5年级，我有一次不小心睁眼了，还一度担心自己会瞎掉。妈，我们同学现在都用 MP3、MP4 了。哦，多吃点。又装没听见我说话。现在就我还用随身听，他的岁数都快跟我一般大了。你老跟人比那些东西干嘛呀？啊，你怎么不好好跟人家比学习成绩啊？我比了，这不是比不过。啊，你以后蹲厕所能不能不要抽烟，搞得整个卫生间老是乌烟瘴气的。洗手没？洗了。你们俩刚才在说什么呢？你儿子呀，想买 MP3。可以呀。真的？是啊，只要你能考进班里前10，啊不，前20，就给你买，行吗？不想买就直说。我吃饱了，走吧。啊，路上小心点啊！这一年，我即将16岁，科比还未退役。万众瞩目的北京奥运会，刘翔因伤退赛。五月天发行了第7张专辑《后青春期的诗》。王力宏跨界出演李安大导演的电影《色戒》，影片还未上映就被封杀。不久前，香港某位帅哥宣布无限期退出娱乐圈。周杰伦刚刚和唯一承认恋情的女主播分手。这一年，昆凌只有15岁。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，还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？所以说，我才需要老师来迫使我。对于我来说，上学时最看重的是除成绩外的任何事情，比如朋友。每个班里都有一个明明不到16岁，但却长得像36岁的男同学，姚从良就是。姚从良，你为什么又迟到？薛老师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但是是真的。我呢，昨天晚上睡觉，我梦到您的讲课，我就想多听一会儿，结果我就迟到了。闭嘴！胡说八道！
有这心思怎么不用到学习上？你说说你的成绩，有没有离开过班里倒数前5名？让你脑子每天想的是什么？徐老师，我保证以后尽量不迟到了。陈默，给我站过来。有时候我有一种错觉，老师背后都长眼睛了吧？陈默，你怎么就屡教不改呢？啊，一个月总要迟到个7、8次，你还挺规律的。笑什么笑？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今天又为什么迟到？说话呀！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？让你说怎么不说了？因为算了算了，我不想听。我说你这胡子能不能整理一下？我昨天才刮的。你们和苏州不是好朋友吗？啊，你看看人家，再看看你们。下了早自习再给我进教室，再迟到啊就别来了。还没吃早饭，赶紧吃了。站得好累，困了。第一节什么课？语文课吧，刚好有助于睡眠。这是我刚才总结的数学笔记，你们看看吧。你看得懂吗？我当然看不懂了，不过我可以给那些懂的女生看啊。苏州，我另一个好朋友，超级暖男学霸，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，据说班里有不少女生喜欢他，但我觉得质量都一般般。哎，陈默，你觉得赵小雨怎么样？赵小雨是班里拼命学习，但成绩依旧普通的代表性人物。我觉得班里比我这样不学习、成绩普通的学生还要倒霉的，就是他这种学生了。比一般般好那么一点点吧。那她那个闺蜜于贝贝呢？胸大无脑。你怎么看出来了？小雨，我妈给咱们做饭了，还在这排队干什么呀？我想吃鸡腿，但是感觉要卖完了，我要开始祈祷别被别人抢走了。你说薛小花怎么每天就盯着我不放呢？我每天在课上免费给大家搞笑，老师说一句我给回5句，稍微迟到几次怎么了？这也就是教育的悲哀。老师永远只看得到我们的成绩，看不到我们的长处。你有什么长处？哎，这我哪知道啊？所以说我才需要老师来挖掘我、剖析我，找到我的优势。完了完了，再见了，我可爱的鸡腿。不就是个鸡腿嘛，我一会儿去超市给你买个鸭脖，差不多的。就鸡腿了，等会儿吧。算了，不要了。哇，我又能和我的鸡腿在一起了。没了。啊，来吃我的。还有我的。于贝贝，你是不是想整死我？我是在帮你啊。帮我什么？帮飞晚报啊。我们是科学主题的，你画的是什么？爱因斯坦啊。你当我瞎吗？爱因斯坦的眼睛长得跟美少女战士一样，头上还蒙辫子，是在冒充哪吒。可是我只会画这一卦呀。再说了，这哪里是哪吒，明明是越野兔。谁画的哪吒？你看仔细再说好吗？
绝对的哪吒，是不是陈浩民那个版本的？你红。就是有点画的太女性化了。我建议你们把风火轮补上去会好很多，画三头六臂什么的就有点太复杂了。加油吧！我觉得有句话挺有道理的，就是你心里想的什么，你看到的就是什么。你看，我心里想的是爱因斯坦，所以我看到的就是。是啊，我擦了，挺好。B 选项是属实回，这个是氢氧化钙，克星钠是氢氧化钠，还有一个氢氧化钾，所以这3样都属于碱性。第3题为什么选 B？ 谁来回答一下？郝斌，回答一下第3题。因为题里说了，这种物质焰色反应呈黄色，说明里面含有钠，所以选 B。很好，坐下。接下来第4题，梁月，都怎么了？每个班里都会有一对秘密公开的异性好友，当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一起时，起哄是我们围观群众对他们最美好的祝福。哈哈，正确，坐下吧。好，下面这道分类方法的题呢 ，A 选项也就是一氧化钙，第2个冰呢也就是水，第3个干冰是2氧化碳。那么这3个呢应该都是属于氧化物的。B 选项是属实回，这个是氢氧化钙，克星钠是氢氧化钠，还有一个氢氧化钾。这道题呢就应该选 C。好了，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。接下来的体育课呢，英语老师想给大家做一次模拟测试。体育课呢就不上了。还有没有玩法了？怎么能随随便便就不上体育课呢？我算是明白了，中国足球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体育课被占了。就是，一周就2节体育课能学点东西，现在还被霸占1节。我的心情已经调整成体育课了，现在突然变成英语课，我的身体能接受，我的精神也接受不了。哎，你们说，如果跟教导处举报英语老师，有没有用啊？你觉得呢？他们都是一个部门的。哎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忍忍吧，老师也是为我们好。再说，读了这么多年书了，也该习惯。我宁愿待在厕所，也不想进教室。我先回去了。反正我不走。祝你平安，再见。好吧，你赢了。3场一团选一团，3团一场选一场，2场2团就选 B，3次不就选 C。3场一团选一团。对了，这次凡是不及格的同学，以后活动课时间就都别玩了，来找我补习。你会吗？看看你同桌的。见人不给看，看你同桌的。那边干嘛呢？有的同学真是幼稚，现在做个测试都想作弊，高考的时候能作弊吗？我听说高考作弊都要量刑了，最高能判7年，大家都悠着点啊！我靠，唬谁呢？苏超，苏超，苏超，曹小雨，曹小雨。
纸条传给苏超。谢谢啦，帮个忙。干嘛呢？你们两个给我站起来！出去！里面人那么多，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不错。而且一直坐着对肠胃、身体各方面都不好。我肠胃很好。我待会儿就去跟英语老师说，这是跟你没半毛钱关系。退一万步来说，就算有关系，我们也是作弊未遂。谁跟你我们？我是我，你是你。这事是我不对，出来混我会还你的。被罚站，感觉真丢人。被罚站不丢人，你之所以觉得丢人，是因为你从来没有被罚过。你看我，我就觉得没什么，还可以出来看看随风摆动的树叶，晒晒太阳，多美好。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脸皮，心理素质这么好的。想说我脸皮厚就说。你想啊，再过10年，你回想起自己的读书生涯，从来没有被老师罚站过，那得多遗憾。那你不会为上学没考过第1名而遗憾吗？不会啊，那都虚名。我一直觉得我在学校学的是神圣的知识，老师竟然用分数来衡量，这简直就对学术的玷污。傻。笑了，你笑了。没有。我看到你笑了，笑了就好。我来帮你挡太阳，扯平了。你快站回来，老师会看见的。快一点站好，等他出来又要骂你。不会。你快点站好，站端正，快点，手放下来，快点，快一点。OK 的。快点站回去。不要紧。好，往后退，别往前。全体师生注意，热烈祝贺我校高三2班贾秉琦同学被保送到了北大。贾秉琦同学能取得这样的成绩，学校对他的培养是不应该的。今天的事真不好意思，我已经跟老师说清楚了，我写检查就可以了。没关系，检查不好写吧？好写啊，我已经总结出一套模板来了，按照模板写就行。这你都能偷懒？每当我想勤奋用功的时候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那些比我优秀的人还比我努力，那么我的努力还有什么用？所以算了。你改画肯德基了？我画的是爱迪生。好。
会画画，为什么要画黑板报？刚开学的时候填档案，要写特长，我没什么特长，就随便填了个绘画上去。谁知道薛老师当真了？赶紧下来呀，就等你一个呢。你们两个干嘛呢？来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我怎么觉得刚刚气氛有点奇怪呢？有吗？有啊。没有啊。有。但在这一切的冬天，我愿和大家一起呼喊我最美的年华。什么啊？哎呀，沉默！你打起精神啊，好好防啊！嘿，好好打啊！啊！什么？你想什么呢？隔壁班的胡安琪，苏州青梅竹马的弟弟。据说9岁那年，为了保护苏州，一脚踢死只疯狗，认识的人都得尊称一声胡歌。哎，你还愣着干嘛呀？再过会儿梁月就被撩走了。哦，对，陈默，你平时打篮球跟打了鸡血一样，今天是怎么了？就是你想什么呢？你在？哎呀，桂纶镁不会跟你在一起的。胡哥，帮我开一下呗。够没？我突然想起家里有点事，先走了。胡安琪，你帮我顶一下。哎，他今天中邪了吗？刚好你替他呗。好编，我不管，我先走了。行，那你先回去吧。好编，我可算看透你了。怎么了？天都快黑了，你居然放心我自己一个人回家？你家不就在学校对面吗？我懂了，这是你所谓的对我好，你赶我走。是你说你要走的呀？我说走你就让我走吗？让你道个歉有那么难吗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以为道个歉就没事了呀？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想起我以前有研究过人像，可能可以帮到你。今天连累你的事扯平了。真的？对付薛小花应该没问题。太好了，我都快被逼疯了。爱迪生感觉长得也好复杂。怎么样？貌似还不错，
看不出来你还挺多才多艺的嘛。那必须的，我们只要勾勒出轮廓来，有这个感觉在就行，既简单又能达到目的。但是我感觉这个轮廓很熟悉，这是爱迪生年轻的时候，很像某个人，但我一下子又想不起来。别想了，足以应付薛小花了，她不会把这个太当回事的，相信我。时间不早了，你妈还等你回家吃饭呢，快走吧。好了，大家停一下，把书翻到第35页。今天我们讲一下常见元素的化合价。一加7度加2，一加7度加2，2加2倍的心。如果有天你突然被某个男生关心，那多半是他喜欢上你了。相信我，男生很懒的，一个连自己都懒得照顾的物种，居然去照顾别人，恐怕只有喜欢才可以产生这么大的魔力。不信？没关系，树长，有女生找你。是我弟弟。怎么了，安琪？你妈妈让我叮嘱你喝的。完了。走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试管里的液体啊，在没有试剂测定它性质的情况下呢，我们有一种最直接的办法，就是嗅觉。哪位同学来闻一下？姚宗良，你上来闻一下。什么感觉？难闻。难闻就对了。大家记住啊，这叫氢氧化铵，俗称氨水，是一种有毒的物质，对我们人体的眼、鼻还有皮肤都有一定的刺激性，还有腐蚀性。薛老师，有毒你让我……我一点没有影响，回去给我认真听课。氢氧化铵呢，也叫阴水合铵。它呈弱碱性。你在看动画书吗？武侠小说怎么了？你是文化课学不好，想考5状元的吧？弱电解质呢，关你屁事！影响你家米学习了。不完全发生电离的电解质，但是强弱电解质发生电离的性质是与物质的溶解度无关的。这样说总该明白吧？你看看你们这一双双无知的眼睛。不懂看题呀，看我干嘛？我脸上有字啊！你们下去好好给我想一想，多动动脑筋，多做一做题。好记性不如烂笔头。今天就这样吧。今天的作业待会儿苏州发一下，就一张卷子。数学老师呢就不给大家增加负担了，给大家减负，卷子就一张。
英语作业不多，就1张卷，作文可以不用写，给你们减负。历史作业呢一向都很少，今天也只有这1张试卷。地理作业不多，只有1张试卷。政治作业不多，就1张试卷。啊，同学们，今天的作业呢就1张卷子啊，没别的啦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么点作业都抱怨？现在学生真是给惯坏了。这么多科加起来通宵都不够写，老师们是真糊涂还是装傻？子林，不管你听得进去听不进去，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都必须要告诉你，我已经爱上了你。默默，周透海你还记得不？李阿姨家的儿子，小的时候啊，你还跟他一起去女厕所小便。记得啊，怎么了？这个透海啊，在学校早恋，给人女生写情书，人家女孩看不上他吧，死皮赖脸送人回家，结果呀，被人家长知道了，被打一顿不说，还给学校记过了。哦。你哦什么哦？你就没什么想说的？有。那女孩好看吗？好看想干嘛？现在的学生都太早熟了。你们班有没有谈恋爱的？好像有吧，不清楚。那你有没有谈小女朋友啊？我对女生过敏，而且就你们给我那点零花钱，还不够我自己花呢，哪有闲钱养女朋友？这是什么话？正是因为你，我才紧张的。张姐，我还心痛，我简直激动的要发疯，你知道吗？默默，给妈妈去倒杯水。快去。我根本没有办法和你拼了争夺。我从小就很崇拜你，喜欢你，我的一帘幽梦，我的心里满满的都是你。去，也给我倒一杯去。快去吧。都这么多年了，电视剧里一有吻戏，你们就让我倒水，我都多大了，至于吗？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呢。我们在做什么？我们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！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乒乓球质量2.5克，将乒乓球进行自由落体运动。乒乓球从掉落到停下，一共在地面弹了多少次？这太难了，怎么算嘛？差不多2.5克吧。9、10、11，再来一次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贝贝，怎么了？我8点钟的时候准备写作业，结果有点困，我就说眯一会儿。我还专门定了闹钟，结果一觉醒来。12点多了，今晚没法睡了。好了，你现在状态好。赶紧写吧，还来得及。好烦啊！我好想去台湾啊！我也好想去台湾啊！我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在小巨蛋看5月天的演唱会。而且我看电视里面，他们那边的高中生学习都没有什么压力，而且老师也特别的善解人意，生气的时候最多说一句：“你们怎么这样子？不乖哦，当心罚站嘞！”好啦，不要闹了，赶紧写吧。哎，对了，你的色情小说写的怎么样了？是言情小说，刚写到男女主有了第一次的接触，但我现在遇到瓶颈了，不知道这样写会不会显得女主很随便。吃橘子吗？
太多了吧，留着明天临摹吧。上学那时的夜晚，有多少人借着写作业的名义，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安静，没人打扰。这谁的100块？我的。没看到我在睡觉吗？哥在长身体，快得了吧！你从初中开始就光长心眼不长个了。昨天的作业简直太多了，害我奋笔疾书一个早自习。接下来几节课我得好好休息一下。写作业的都不抱怨，你个抄作业的还好意思觉得累？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抄？语文这叫借鉴，数学叫类比，英语是 copy， 地理是迁移，生物是转录，物理是参考系，化学就叫同分异构体，政治上是求同存异，历史就是文化大统一。你呀，就是臭不要脸的。你不懂，我现在陷入一种死循环，老师布置的作业越来越多，我睡眠的时间就越来越少，致使我不得不在上课的时间睡觉，保证我的睡眠时间。我一睡觉吧，就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，听不懂我就只能抄作业了。如果高考有一门课程叫嘴硬的话，你肯定可以拿满分。多谢夸奖。不过我说你抄作业有没有故意抄错几道题啊？你要是全都跟苏轼抄的一样，老师一下就看出来。当然有啊，有些题我还先选错，然后划掉，再选正确答案，试卷显得非常的真实。高手，老师们太自负，总说教了10几年书，什么学生没见过，就没想过我们当了10几年学生，什么老师没见过。过几天再看，我都会以为是我自己写的，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哎，对了，我给你俩看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呀，这可是我精心制作的，给咱们闷热的课堂上带来一丝清凉。我早就说过了，你他妈不是人啊！你是个天才。有你这样的学生也是老师的命，老师们得认命啊。你们能回自己坐一下吗？要不出去聊？不是李佳明，这不还没上课呢吗？可是你家明要预习的。好学生就是厉害。算了算了，回去吧。有机物的学习呢，分2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呢，我们要先把它的基本的性质、基本的结构推导，熟悉的掌握它。第2个层次呢，我们就要合成推断，并且实际应用。你能不用第3人称跟我说话吗？合成推断。但实际上呢，你不要在课本上涂鸦好吗？这对课本不尊重。从结构上重新的给它串一次。你们俩说什么呢？不知道在上课吗？薛老师，陈默上课睡觉，而且还在课本上乱涂乱画的，影响李佳敏学习。陈默，再这样给我出去！还有薛老师，我觉得按照成绩好的学生搭配成绩差的学生做同桌的方式不太合理，这样对好学生不公平。你先坐下。课堂以外的内容下课再说。你这样耽误大家上课的时间，对大家也不公平。我刚才讲到哪了？算了，既然说到座位问题呢，我也想过，已经快半个学期了，也应该调整一下了。
这一次呢，大家就自由选择，要做同桌的，商量好以后呢，报给班长就行了。喊什么喊？喊什么喊？小学生啊！接着上课。你看那玩意儿，自己不想排队，假装打电话，找到合适机会就加塞。你说李佳敏是不是有病？哎呀，我跟李佳明小学同学，别人从小就这样。班上48个同学，47个人还打过小报告，连班主任儿子都不放过。这都高中了，我就是想不通，这么大个人怎么净做一些小学生才干的事？哎，你可别侮辱别人小学生啊！现在小学生情商高着呢，都不干得罪人这事儿。上周我路过人民广场，就看到一男一女2个小学生背着小书包坐在路边，地上摆了一堆零食，男孩都不吃，都喂小女孩吃。然后小男孩站起来给小女孩说了一句话，你知道说什么吗？说什么？班长，我做小组长这事儿就交给你了。那小女孩直点头。这么夸张？那可不啊，都忙着政治斗争，力争上游呢。看来我们迟早会被00后死死地拍在沙滩上。所以啊，想开点吧。每次我遇到这种事儿，我就告诫自己，上帝又派一个傻子来考验我的忍耐力，然后就豁然开朗。你可以试试。好像有些作用，对吧？哎，同学，你排队了吗？光说不行吗？为什么要写这么多字？我呢？擦完了。太谢谢你了，要不我请你吃东西吧？好啊。阿姨，我要这个。这个。阿姨，别抖了，再抖都没了。姐姐，多打点呗。谢谢你请客，要不你以后擦黑板的时候就告诉我，我帮你。不好吧？没关系。那我不是得一直请你吃东西吗？不用，我是班长，帮你是应该的。其实我一直非常羡慕你们这种学习好的人，我是真的有一颗想学习的心，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，一看书就想睡觉，有时候都拿课本来催眠了，还研究过哪门课程的催眠效果最好。哪门啊？数学啊。我感觉从小学那会儿就开始一直做那种题，就是什么一个水池注满水需要20分钟，放水需要15分钟，一边注水一边放水需要80分钟。反正就那会儿，我就感觉数学已经跟不上大家了。你说为什么要这样浪费水资源呢？你上课得好好听讲，跟上老师的思路，下来做题才会比较顺。反正我们作为学渣，看你们学霸和老师讲话的时候，就像看2只狗在叫一样，感觉很厉害。
但是一句都听不懂。对不起，我好像说错话了。没关系，我觉得很多人虽然投入很多时间，但学习效率却很低，是因为学习方法有问题。比如你，可能需要调整一下学习方法。学习方法？我一直都是死学的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做同桌，我帮你。咱俩做同桌，我得问问于贝贝，你知道我俩是连体婴。好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。咱们食堂的饭怎么越来越难吃？要么没有盐，要么全是盐。忍忍吧，我这个鸡蛋汤完全就是用一个鸡蛋煮了一锅汤，然后给我盛一碗。怎么没和梁月一起吃？哎，我们又吵架了。昨天不还好好的吗？为什么？昨天我陪他去买海报，哎，这些人怎么都长得一个样啊？哪一个样了？东海、始源、圭贤，这个是韩庚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不明白你们买那么多韩国人干什么？里面有中国人的。再说了，于贝贝买的比我还要多，还有他们很多粉丝都买好几本专辑支持。脑子都有病吧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？哎，我不明白你们喜欢这些非主流干什么？他们要是非主流，你就是个大土鳖。你居然为他们骂我？人家认识你们吗？整天叫人家哥哥哥哥的，丢不丢人？怎么没说见你叫我一声哥哥呢？你真的太不尊重人了。然后就完了。你是说你在吃他偶像的醋？怎么可能？我会吃那些人的醋吗？我有那么小心眼吗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呀要尊重他以及他的偶像。你不也喜欢日本女星吗？别人也没说你呀。女生喜欢这些帅哥，说明他对爱情抱有美好而纯真的幻想。等他哪天偶像变成李嘉诚啊，你就去哭吧你。没看出来你这么懂女生啊？都是些理论知识，不足挂齿。赶紧去认个错。不可能。浪费粮食，吃不了别打这么多，要不给我吃光，要不给我去教务处写检查。骂人的是教导主任蒋老师，学校的扛把子，同学们都尊称他蒋校霸。多吃点，这个好吃。贝贝，我有事儿要和你说。真的吗？我也有事要和你商量，我先说可以吗？好啊。就是这一次自由换座位的事儿，咱们俩做同桌，那跟每个月来大姨妈似的，那是肯定一定已经确定的事儿。但是呢，出现了一个小意外，就是叶向伦下午突然找到我说要跟我做同桌。看他特别的争吵，而且还有一丢丢小帅，就一时冲动加一时糊涂的答应了他。
我也很尴尬。但是，如果你要是生气不开心的话，我明天就跟他说我后悔了。毕竟，你才最重要嘛。我想说的和你一样，今天苏州也碰巧跟我说换座位的事儿。苏州？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？肯定不是。他居然敢惦记我的人，他要是敢欺负你，我720度托马斯回旋踢踢死他！就你这小短腿，踢毽子都费劲，还踢人。我们是刚好说到学习的事儿，才说要做同桌的，没你想的那样。不用解释，我都懂。对了，你的小说写的怎么样了？快给我看看。已经写完男女主接吻了。真的啊？什么程度的接吻？是湿吻还是？什么时候变那么色了？认识你那会儿呗，快拿给我看看嘛！怎么了？有心事啊？有件事儿，能不能答应我？什么事儿啊？以后别说我是你弟弟。生气了？想做女生了呀？不是，哎呀，你不懂。反正你以后别这么说了。可陈默、姚松良他们不也是叫你？他们是他们，你是你。对不起。我答应你，别生气了。我没生气。前段时间我去镇上的中学听课，孩子们为了激励自己跳出农门，竟然在教室的黑板前面挂着的是一个城镇户口本，都是同龄人。你看看他们，再想想你们自己，你们感到过压力吗？卷子我批完了，有拿满分的，比如苏州。也有一位同学自作聪明，抄别人作业，居然连名字也一起抄了。我看到了2份苏州的试卷。陈默，说你呢，给我站起来！过分了吧？是不是你自己做的？你以为老师看不出来吗？还自作聪明的故意写错几道题，还真是煞费苦心了。你就骗你自己吧，看3年以后谁吃亏。要是再抄作业，以后我这门课直接别学了，好吧？问你话呢，说话。好。还真好意思说好，坐下。苏州，把试卷发一下。我们待会儿呢就把试卷讲一讲，发现有一道题。真的对不起。
这是什么？你什么时候拽过来的？你在写什么鬼东西？还给我！他轻轻地吻住了她，这个吻充满了柔情，细细的在她唇上闪转着。没想到你居然能写这么恶心的作文，太精彩了，我想看。说实话，这是我第一次和女生接触，我现在已经吓傻了，是不是该对她负责？完了完了，学霸就是不一样，知识就是力量。学霸抢走女老师就算了，现在连女同学都要抢。好在苏州是自己人。整层楼都听到你们在吵，干什么？知不知道离高考都不到1000天了？拿课本回教室，今天讲新课。都怎么啦？薛老师，上次您说这节课做实验，都大半学期了，学生们第一次来实验室，所以有点兴奋。能不能大家小声点儿，还是做实验？高考不会考你们做实验的，不用在这儿浪费时间。老师，隔壁班都来实验室好几回了，不能说高考不考我们就不学吧？就当见见世面，满足同学们的好奇心也好啊。你好奇心倒是挺强的，你怎么不好奇一下你的成绩呢？别的同学好奇为什么没说，就你说了？他们不是不敢吗？就你敢啦？我看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啊！敢和老师顶嘴，这几天是不是盛不下你了？迟到抄作业的账还没给你算呢，明天把你家长叫来。其他同学赶紧收拾东西，回教室。你跟他顶什么嘴啊？先回去吧。你觉得哪个好看？都好看，感觉你每天买本啊、笔啊什么的，用得完吗？我有时候都舍不得用。我看他们，觉得每个都有生命，都有自己的座右铭。橡皮，哪怕牺牲我火热的肉体，也要将世间的邪恶与愚蠢消灭殆尽。圆规，当我足尖亲吻地面的一刻，生命的弧线便流淌而出。是不是很可爱？特别想带回家。是，你这么一说啊，感觉像我喜欢的那些韩国欧巴们，我就超想把他们装进口袋，然后带回家伺候我。哦不，我伺候他们。现实点吧，你对他们来说可不是唯一，但我对他们来说就是。摩羯座的占有欲真强。这不是占有欲，我这么普通，长相也好，家庭也好，学习也好，做第一估计是不可能了，希望能做个唯一吧。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我们一无是处似的。也不是，至少我们这种人自我安慰能力挺强的。也是。哎，你说陈默今天是不是挺 man 的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跟学小花叫吧？所以他被叫家长了呀，幼稚。
哎，你俩看那边。他俩啥时候和好的？想干嘛？陈默啊，说实话，你今天挺帅的，但帅是要付出代价。是苏州先说的，我只是补充了几句。我是在说事情，你是在抱怨顶撞，能一样吗？我只是表达了我不同的看法，怎么能算是顶撞呢？我们学生本来就是食物链的最底层，没有经济来源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所以注定我们在家被父母压制，在学校被老师管，连一点人权都没有了吗？没有。你想要的还真多。我从小到大最怕被叫家长了，有什么事不能直接跟我说吗？苏州，你告诉你妈被叫家长会怎么样？你真是太让妈妈失望了，上学居然请家长，你让我有什么脸面向你爸爸交代？古装剧啊，从良，你妈会这么夸张吗？我妈当然不会了，这就对了嘛。但我爸会。让你先找奖，让你啊，让你倒数第一，让你先找奖，让你啊不听话，让你迟到。哎呀，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我每天都能活得这么乐观了吧？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。原来这不是道选择题，是道送命题。老板，加一份，多葱多香菜多辣椒。哎呀，看咱胡大哥这气势，这坐姿，不服啊？服，哪儿敢不服呢？喂，你们刚才聊什么呢？聊什么？我们在聊谁买单？那苏州买单吧。好啊。凭什么？你们俩怎么不买？今天轮到我了。哎呦，你就不能矜持点吗？你说话声音小点行不行？可以啊。二明。哎，我听说你们班要换座位了。哎，说起这事儿，咱们3个可得好好商量一下，看怎么坐到一块儿。我已经跟人说好了。谁啊？赵小雨。就那天刚好聊到学习，就说坐一起共同努力。怎么感觉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比较家长还更不爽一点？奇怪。